阿尼瓦塞哟，考尼基瓦萨瓦迪卡新潮，Hello，你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斯汀，也可以叫我李工。我是一个身高拥有157厘米的33岁的单身秃顶的待业的男子。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浅谈自己的身高与年龄在相亲市场和就业市场的劣势。先从轻松的话题开始吧。相亲，虽然呢我的自身条件一直不太好，单身的状态呢一直也保持到了我的33岁的名义年龄。我这里说的我的33岁是我的证件上的年龄是33岁。年龄的话题呢，其实我不太好说，我直接就到相亲吧。在我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戚朋友等就张罗着要给我相亲，但是我呢一直坚持追求真爱，一直保持坚决反对。在今年2014年的春节，由于调休的假期呢比较长，大概有2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一个大龄的单身男青年和自己的父母待在一起，肯定会产生矛盾的。为了合理的避免父母与单身的我之间的矛盾，我参与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相亲。这次相亲的推荐人呢是我的姨妈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姐。我姨妈向我介绍的这个女嘉宾呢，离她家很近，她的年龄比我的名义年龄小5岁左右，也就是27、8岁的样子。后来据她所说呢，我与她的这次相亲是她的相亲生涯中的第12场战役。再就来吧。那现在我就深入浅出的讲一讲这个过程吧。先是我的姨妈推过来了她的微信，我们相互加了微信。我先是向她寒暄了几句，然后呢发了几张自己的照片给她，因为据说这是相亲的必然步骤。但是我并没有索要对方的照片，因为就朴素的相亲价值观来说，以我的条件再去看对方的长相、对方的身材，是会显得有些麻木不仁的。由于我的姨娘呢提前告诉过这位女嘉宾我的身高比较矮，我发完自己的照片后，她说就面容来说我还可以，然后我们便聊起了兴趣爱好。她喜欢一个跳舞的男团叫时代少年团，她的朋友圈里、抖外号里都是时代少年团跳舞的切片，尤其是宋亚轩的，我很理解这种喜爱。里面的严浩翔我也挺喜欢的，就好像2018年、2019年那会儿，我们很多男性不分年龄的喜欢火箭少女101一样，我就是杨超越的粉丝。当然在微信聊天中，对方问我的问题其实并不多，可能对方自始至终就没有对我提起过兴趣。我在我与对方聊天的第一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时代少年团宋亚轩的跳舞唱歌切片儿，然后发给对方，对方表示非常满意，并且有点喜欢。当时马上就是小年，因为女嘉宾近期刚做完近视眼矫正手术，所以我在办年货的时候买了一些养护眼睛的东西。我是希望我们能够见面坐下来聊一聊的。当时是小年夜的傍晚，我想约他出来吃个饭，或者是坐着喝个咖啡奶茶聊聊天，但是他说他眼睛不舒服，等过几天再说吧。因为我买了眼睛的防护用品，所以我就直接去他家门口，然后打电话叫他出来。他当时戴着口罩出来的，我感觉他要比我高5厘米左右。他出门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才看见了我。当然我给他礼物的时候他还是收下了，毕竟我已经走到他家门口了。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没有再进一步发展的必要了，但是回家之后我妈不死心，我妈、我姨妈他们认为女生收了礼物就表示有希望，甚至说就是已经答应了，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含蓄，要求我继续追加礼物。我其实很无奈，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放假时间比较长就跟家里人闹矛盾，并且我妈的压力比我要大，因为他们那代人的思想观念与我不同，子女过了30岁没有成家立业就被定义为失败的父母。我非常理解我妈的心情，这与我高中考试的时候从全班的10几名到倒数第1名那种心态是差不多的。同学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是看你的眼神都非常荡。然后在春节前我又去了商场，买了一个1000元的包包，还有一个草莓熊，因为看女嘉宾的朋友圈里发过喜欢草莓熊之类的话。大年30的白天我约他出来，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不出来了，然后我又卑微的跑到他家门口送礼物。他问是什么礼物，我说是草莓熊。他有点生气的对我说，谁说他喜欢草莓熊了，让我送给哪个小朋友吧。说白了我还是不懂女生。然后回家之后我的心情也有点荡，我荡的原因是我觉得在浪费时间，我做这些事情呢完全是为了迎合父母。我再次跟家人商量，要不还是算了，家人却劝我说不要轻易放弃，我有点哭笑不得。
在大年初3的时候，我的父母希望我去他家拜年，让我姨妈家的表哥陪我一起去，还带了一些烟酒之类的礼物。我当时本来想拒绝的，但我又重新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挑战来完成。我其实也想看一下自己到底会有多尴尬，再试试自己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和我表哥带了一些烟酒就去了他家里，他的父母都非常客气，他的家人个子都比较高，这位女嘉宾身高1.65米左右，在他家算最矮的。见我们进去了，她还是戴着口罩，说是刚起床没有化妆。我们和她的父母聊了一会儿，她的父母觉得挺好的，说是女生的年龄也不小了，他们也希望尽快嫁掉。我想我在她父母眼里的评分并没有那么低，至少他们收下了我的烟酒。回到家后，我妈对我说，你看看，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还好我没让你放弃。我只是尴尬地笑了笑，其实我自己是最清楚合不合适的，因为自从她第一次见我的面之后，微信的聊天就很少回复了。然后呢，在大年初5的时候在女嘉宾父母的坚持下，我的父母坚持下我和女嘉宾有了第一次的约会。我本来的计划呢是吃个饭聊聊天看个电影之类的，我是想呢不管怎么样珍惜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这个机会。然后呢，我和对方坐车到了步行街，我说我们去吃饭，他说他不饿，我说那前面有咖啡店，我们喝杯咖啡也行，他说他不渴。然后我说这2天上映了个片子，好像口碑还不错，我们看一下。他说他前2天已经和朋友看过了。我们一起步行了10几分钟，基本上呢就是我问问题，他选择性的回答。他说这是他今年春节的第4次相亲，显然他的相亲经验比我丰富我也毫不避讳这确实是我第1次相亲。当天呢是大年初5，他说他家里来拜年的客人了，他得回去陪客人。那我还能说什么呢？然后他就打车回了。那天其实我一个人挺开心的，我没有急着给家里报告这个情况，然后一个人去吃了各种小吃，一个人到电影院看了2场电影，当时那个21条和那个减肥的那个片子忘了名字了都看了。然后晚上6、7点的时候回家，家里人呢对我今天的情况都很期待，当然呢我还是如实的说了。然后呢对这次相亲他们基本上也就死心了。过了大概4、5天，他们家呢委托我的姨妈也就是我的介绍人，把我之前送的所有礼物都打包退了回来，现在还在我家扔着呢。据我的姨妈说，这个女嘉宾的父母呢对我是比较满意，但是呢女嘉宾本人没有看上我，当然呢身高是最重要的原因。那我自己呢也是在大年初5的时候才看到了女嘉宾的容貌，在这里呢我也不予评价另外第2个呢，其实严格意义上不能算相亲，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见过面，是我姐的一个朋友呢介绍的她的表妹，她的年龄跟我的名义年龄一样大，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热衷于考编，现在呢是在一个事业单位以编外人员的身份在工作。这第2个女嘉宾呢，我们也是相互加了微信，她说她也想尽快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其实我心里还是想谈恋爱的，因为我真的没有谈过这种双向奔赴的恋爱。然后呢，我们相互介绍了工作、收入这些情况，也相互发了照片。他说他自己是能够接受身高比较矮的男生，所以呢，我前面聊的时候也没有说自己的具体身高。然后快到1周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不好意思问一下你的身高是多少？他说没关系，你也可以选择不回答。我想这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我就打出了自己的身高157.5厘米。然后过了好久他没有回复，大概10分钟左右他回复了，他说他自己的身高是1.61米，他仔细想了想，身高低于1.65米的男生他确实还是接受不了。然后我们就此结束。这呢就是我人生中的2次相亲，一次线下，一次线上，但是对我来说都非常轻松，因为我并没有付出感情。当然了，想必对方也是，他们也没有遭受到什么损失。之后呢，我就跟家人以及关心我这件事儿的亲戚朋友讲，就我的个人问题还是我自己来做决定吧。当然呢，我也没有完全放弃爱情，我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份真正的爱情，但是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苦苦追寻了，随缘吧。好的，下一个话题是年龄与就业。正如我这几天的面试一样，一路面试过来呢，自我感觉良好，面试官也觉得我的表现不错，但最终的结果呢还是失败了。刚刚呢面试完了自我感觉还良好，感觉对方的 HR 呢也觉得应该是 OK 的，但是呢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更多的面试
他说完了再给我反馈结果，这样子。今天是个阴天，刚刚面试结束，第2次面试，不知道结果如何啊，耐心等待。现在看来无所谓了啊，别的因素就先不谈了，我们谈一下年龄与就业的关系。我呢，今年的名义年龄，就是我的证件上的年龄是33岁。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呢挺蹊跷的，我不知道呢有些东西能不能讲啊，我就试着讲一下。我呢是6岁开始上1年级的，但是当时我们当地的政策是7岁开始上1年级。其实呢，我相对而言上学还算早的，但是当我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的证件上的年龄就已经快27岁了。这是为什么呢？其中呢是我高3复读了1年，然后呢还有在我4年级的时候转过1次学，然后我多上了1年4年级。但当时呢我们没有6年级，小学5年级毕业，然后是初中，然后是高中，初中是3年，高中也是3年。那我自己的话，相当于小学上了6年，因为4年级多上了1年，然后初中上了3年，高中上了4年，6加3加4 13年。我6岁上的1年级，我19岁上大一，按理来说23岁大学毕业，这就不得不说我身份的另一个秘密了。我的证件年龄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大2.8岁，你没听错，我的身份证是假的。当然我的父母都知道我的真实年龄，但是在我小时候，年龄不是由父母定的，而是由长老定的。我们那会儿不像现在出生就有出生证明，也可以马上上户口。我们那会儿有的孩子准备上学才发现没有户口，我的户口呢是在我2岁的时候上的，当时呢我姐是4岁，结果呢我的年龄被上大了接近3岁，我姐的户口年龄呢也被上大了2岁。当然这些并不是我的父母要求上大的，因为我家也不存在计划生育的罚款。当时计划生育的政策呢是非干部职工的家庭，如果生的第1个孩子是女儿，就可以再生1个孩子，第2次生下的这个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就不能再生了。而且呢如果生下的还是女孩，这个家庭呢还会享受到2女户的补贴。如果这个家庭只生了1个孩子，就是独生子女，会有独生子女的补贴。因为当时鼓励少生优生，男女平等嘛，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呢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都希望生儿子。生男孩呢在农业社会中更具有体力优势，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出生的孩子中会有好几个姐姐1个弟弟啊，这样的家庭。当然呢这些都是被计划生育罚过款的。每年少生优生的指标达成率都是按地区有排名的，所以呢我和我姐的年龄就被相关人员给改大了。我妈告诉我说她去找办户口的人，办户口的工作人员说呢，写大点多好啊，以后可以早点成家立业，多好啊。我妈呢也没什么文化，而且呢在那个年代也不好进行反驳，而且呢在我上学的阶段，初中的时候才有学籍这个制度。大概是在我初2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给自己做这个学籍档案，就是要补自己之前的经历，自己的小学在哪儿读书，然后多少岁之类的。然后我写了一份之后呢，老师说你的年龄不对，你的年龄和你的户口不一致。其实当时我是没什么概念，我基本上不会去看户口本，家里的大人呢也都认为户口本是比较重要的东西，都是锁起来的，我平时根本是没机会看到的。然后我的年龄呢就硬是被老师改大了2岁多，说是必须和户口本保持一致。身份证呢是依据户口本办的，我当时去派出所说我的年龄不对，我的年龄大了，户籍科的工作人员说呢，名字错了可以改，但是年龄很难改，如果要改的话需要写申请，最重要的是需要出生证明。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出生证明，不光是我没有，我们那一代的小孩大多数人都没有出生证明，因为有相当多的孩子不是在医院里生的。这个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死局。改年龄这个事儿呢我基本上也就放弃了，总觉得好像也影响不了什么。但是当我大学毕业就业的时候，这个超龄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我呢好死不死读的是财经类院校，然后又是财经类专业，我们班的半数同学呢毕业之后都进入了银行工作。但我之前不知道的是，很多工作的招聘要求明确写了本科毕业25岁以下，我们的4大银行通通是25岁以下。我当时本科毕业，证件的年龄是26岁半马上就27岁了，直接没有报名资格。不光是像4大行这些银行之类的，还有很多国企也是这个要求，本科毕业25周岁以下，
硕士毕业30周岁以下，这是门槛儿。我由于年龄的问题，大学一毕业，就业渠道就比同班同学窄了一半。那这样的话，我只能选择一些年龄要求比较低的行业和地区了。然后呢，我就从事了行政相关的工作，相当于白上大学，因为专业完全不搭杠。但是现在呢，我又碰到了这个问题，证件年龄33岁，你去应聘，你去面试，只能说你是33岁。因为呢，没办法去证实真实的年龄。33岁啊，距离35岁这个门槛呢特别接近。那如果我有其他年龄比我小的竞争者，我被淘汰的概率就会大很多。在咱们这儿，35岁好像被默认了，好像超过35岁就不能够胜任工作一样。各类举行招录考试的用人单位呢，更是把35岁以下作为招录的硬性门槛啊写进简章里。很多民营企业呢，也希望招录到35岁以内的青年才俊，所以呢，我感觉我可能要放弃咱们这儿的就业市场了，准备呢去外面看看，谋求新发展、新出路，对吧？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唱首歌吧。如果就业没有年龄限制，如果就业没有年龄限制，我不会发现我谦虚，工作一辈子也无所谓原子。如果对于身高没有要求，矮个子不用嘲笑，阳光帅气的容貌，总有一天也要变老。恋爱竟然不能运用，何不在年轻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自由？